你们有没有想过，同样是投资股票，为什么大部分的重心都放在美股？是因为美股不会跌哦，而是因为我更看重的是长期报酬跟美股的市场特性。今天我就用4个原因来讲清楚为什么我只投资美股。Hello，各位，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我是阿伟。现在拍摄时间是2月20号的下午4:08。在直播的时候，其实有观众问我说，我现在投资的资产都是投资美股，没有投资台股了。没错，我现在所有的资产全部都是放在美股的。如果是贷款是放在美债啦。那今天这几原因，我就是要回答那个观众，为什么我现在都只投资美股，而不投资其他的市场？第一个原因很直观，就是美股的长期报酬率更高。先看到这张图，这张图是 MSCI USA Index， 其中有3条线嘛，就是深蓝色线代表是 MSCI USA， 就是美国大型与中型股，代表是美国的股市的核心。那如果是黄色线，代表是 MSCI World， 代表是已开发国家的股票，含美国、欧洲和日本。那第3条浅蓝色线呢，就是 MSCI ACWI， 代表是全球股票，就是已开发跟新兴市场。好，那你可以先看到这张图统计的是2010年12月到2025年12月这3条线的走势，可以看到走的最好的就是 MSCI USA， 也就是美股市场。好，再看到第2张图呢，它分别列出这3个指数的风险。那在财务里面，风险我们通常用标准差或是最大回落来表示。可以先看到，假如在标准差的部分，这个3、5、10年的这个 MSCI USA 确实是比那个 MSCI World 跟 MSCI ACWI 的标准差还高。但如果你再往右边看一格呢，可以看到这个 Sharpe Ratio。那 Sharpe Ratio 代表什么意思？就是每单位风险所能赚到的这个报酬率。可以看到 MSCI USA 的这3年、5年、10年的比率也都是比 MSCI World 还有 MSCI ACWI 还来得高，也就代表说你单位风险可以换到更多的报酬。这也是我为什么想要投资美股的原因。那你再往最右边那个地方看，就是 Max Drawdown， 就代表是这个指数最大的回落。可以看到，它们区间发生的时间差不多在2007到2009，也就是金融风暴那个时间。那美股的回落呢，它是54.91。那如果是 MSCI World 跟 MSCI ACWI 都是到57.46跟58.06，所以回落是相较于美股是比较大。所以这3个点呢，也就可以总结为什么我是想要投资美股市场。那第2个原因呢，就是美国对于美元的控制能力很强。投资不只要看公司啊，还要看货币，因为你所有的报酬最后都要用某一个货币来计价嘛。那美元之所以可以长期维持影响力，关键在于美国对美元的控制能力，以及美国金融体系的中心地位。如果说到美元，就一定要提到联储会 Fed。Fed 是美国的中央银行系统，它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呢，就是联邦基金利率。那 Fed 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它主要目标有2个。第一个呢，就是维持物价的稳定，也是透过那个联邦基准利率。那第2个呢，就是促进最大就业，就当景气不好的时候呢，它要用降息或是一些方法去救那些失业率，让企业更敢投资，更敢扩编，也就是它最主要的核心目的，就是要让美国经济尽量稳定向上的繁荣，失业率不要飙高。主要就是透过升息跟降息呢。那升息是什么？就是让市场的资金变贵来抑制通膨。那降息呢，就是让市场的资金变便宜来刺激经济。然后这2个动作呢，也都会高度的影响全球的资金流向，也会影响美元的强弱。所以人家说美元是世界货币，就是因为 Fed 可以控制这个美元。还有其他的原因啊，包括就是大量国际贸易都是用美元结算啊，或者各大央行外汇存底都是用美元，或者是所有的金融市场的核心资产呢，或者是美国公债那些全部都是用美元计价。所以当全球都需要美元的时候呢，美元就更容易维持它的需求跟地位。那第3个原因呢，就是美国是一个资金长期净流入的国家。你们可以先看这张图，这张图是 US Ne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 它简称就是 IIP。那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它代表的是就是外国人放在美国资产，那去减掉就是美国人放在外国资产。你可以看到这个指标，它是长期都是负的嘛，而且是负27.61 trillion。你再展开可以看到这个趋势，就是一路向下。那这个一路向下代表什么意思？就是美国一直在吸收全世界的资产也就是大多数的资金呢都是往美国流进去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简单来说嘛，就是刚刚讲的美元具有领导的地位嘛，就只要世界有发生什么风吹草动，大部分的人都会想要把钱换成美元，因为美元怎样会被这个世界给公认嘛。所以一个长期资金净流入的国家，那钱流进来就会变成什么？大家钱要放在那边换成美金吗？没有，他们会去买美债，会去买美股，也就是会间接的把这个资产的价格往上推，所以美股跟美债最后都会往上涨。原因就是
因为美国是一个长期资金净流入的国家。那第4个原因呢，就是美国股市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股价更容易往上。可以先看到这一张图，这张图代表的是股票这个供需关系，可以看到下面这个橘色的这个部分，这代表的是美国企业并购，就是2家公司并成1家公司的这个需求，也就是市场上的股票会变少嘛。那可以看到这个紫色的呢，紫色它代表的是就是股票回购，就是一样会把这个股票市场的股票变少，也是相较于来说就是股票的需求。那可以看到这个零轴上面这个粉红色代表是什么？就是 IPO， 就是发行新股的这个状况。那它就代表的是这个 equity 的 supply， 也就是这个股票市场的供给。那为什么股价会上升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股票市场这个需求长期大于供给，也就是相较来说就是把这个股价给推高。那再看到这第2张图，它统计的是从这个2008年以后，也就是这个并购跟这个买回新股的这个需求，比这个 IPO 的数量多了更多，所以也相较于就是美股从这个金融海啸之后长期走高的这个原因，所以这个也是我最后为什么会想要投资美股。好，总结一下，今天讲了4个原因，就是让我想要长期投资美股。第一个呢，就是美股的长期报酬率更高，美国的企业和成长还有经济能力更强。那第2个呢，就是美元是全球核心货币，而美联储的政策目标是让美国的经济尽量稳、尽量旺，所以这也牵动了全球的资金和市场的情绪。第3个呢，美国金融市场是资本长期净流入的一个国家。第4个，美国股市长期处于供不应求，买盘强，供给紧，然后价格容易向上推升，这也是为什么想要把所有的资产都放在美股的原因。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但我觉得这其他的原因就比较是研究方面的。像我自己，因为我之前有研究台股嘛，我是用那个 XQ 全球赢家，然后我现在有研究美股，我是用 Thinking Alpha。就是我研究下来，我觉得美股的资讯跟资料是相较台股来说呢是比较透明的，就是工具也相较于是比较完整的。这也是我想要投资美股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在投资台股的时候，其实你很多，例如你要把那个产业全部列出来，比那个同行，然后同行中位数那些数据，其实你要去调，你要去研究，其实都你还要自己花功夫下去写，我觉得比较辛苦啦。但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偏研究面的部分。如果各位对投资台股或投资美股或是一些投资金融商品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来我的直播询问。我现在直播的时间就是每周3跟日，固定晚上8点45分呢，我会开投资账户记录跟投资聊天的直播。如果大家有时间，也可以把那个时间空下来，就是那个时间我们一起交流，互相学习，对不对？好，那今天这集就讲这么多，这是阿伟的投资记，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将来银行又来了，2026第1季，你只要用我的专属邀请码8CGDS 完成开立将来银行的存款账户的话，就可以直接得到200块新台币。而且将来银行是纯网银哦，你完全不用临柜，只要线上点一点就好了。更扯的是，你只要在第1季用他们的千账金融卡、大江卡或是江江卡刷满8000块的话，他就直接送你一个20寸的迪士尼行李箱。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将来银行第1季的权益，可以参考这一支影片，里面我会详细解释将来银行有哪一些好处。还没有存网银的，赶快把握这次机会。